照顾如烟。父亲好心把老战友的遗孤接到公司来实习，没想到他入职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可以在这里上班，但请沈总不要趁机跟我搭讪，更不要对我产生任何好感。会议室里，几个高管被这话惊得面面相觑，只有我盯着柳如烟那张冷得像冰的脸，心里没有半点波澜，因为我清楚柳如烟跟我一样，也有世界重启前的记忆。世界重启前，父亲把战友的女儿柳如烟领进公司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气质清冷、才华出众的女人动了心。作为沈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我动用了所有能用上的人脉和资源，一点一点教她熟悉商场规则，帮她挡掉所有明枪暗箭，硬生生把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职场新人推上了沈氏最年轻副总裁的位置。可她坐稳副总裁位子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她的初恋男友做空了沈氏的股票，吞掉了我们沈家3代人打下的基业。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雨夜，他穿着一身笔挺无西装，站在会议室中央，当着我父母的面宣布沈氏正式破产易主。临走时，他的眼神冷得像刀子。商战里没有爱情，只有利益。沈燕，一路走好。现在再看到柳如烟这副清高自傲的样子，我只觉得反胃。爸，看来这位柳小姐对咱们公司的安排不太满意，要不咱们还是换个人吧，别白白占了一个名额。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请。沈燕，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搭讪我，也别想着接近我。这是我的车，我不习惯跟别人拼车。马上下车。我就是搭个便车而已，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李叔，开车。是，少爷。不会吧，柳如烟，你还真在沈氏总部上班啊？听说这栋楼里的普通员工干3年都不一定能转正，你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进来了，真羡慕有这层关系，以后岂不是要平步青云了？柳大美女，周末崔少生日，可得带我们去见识见识你们沈氏旗下的高端会所啊！对，早就想进去开开眼界了。刘姐，给安排一下呗。公司有规定，会所只做商务接待，不对外开放。如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崔总难道是外人吗？他可是你男朋友啊！就是，你去跟沈总说一声，哪有侄女开口办不成的事儿？再说了，你现在住的不就是沈家的房子吗？对，如烟姐住的那可是顶奢豪宅，那地方家里管得严，不让陌生人随便进，还是问问会所那边吧。那就这么定了。行，我去跟沈叔叔说，应该没什么问题。柳大美女，可别让我们失望啊！以前我怎么就没看出来，柳如烟是这么虚伪的女人？明明是寄人篱下，却能脸不红心不跳的把沈家的房子说成是自己家管得严。要是我现在下楼拆穿她，不知道会是什么场面。李叔，帮我调一下公司门口今晚的监控，所有能拍到广场公共区域的画面全部备份好。早啊，如烟，过来吃早饭吧。沈叔叔，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周末我朋友过生日，能不能在咱们集团旗下的高端会所办个派对啊？这女人还真敢开口。你是说在沈氏的会所开派对？如烟，那地方是用来做商务接待的，是公司的资产。就几个小时也不行吗？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沈叔叔。会所确实不方便，那是公司资产，不是私人场所。离周末还有几天，你趁早跟朋友解释一下吧。如烟，不吃早饭了吗？不饿。如烟，等一下，你现在刚入职场，正是积累经验的关键时候，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很感谢沈叔叔您一直照顾我，但这不代表您可以干涉我的私人生活。我或许需要指点，但不需要指点点点。爸，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这还是你以前教我的。沈燕，你也别在这阴阳怪气的，有钱又怎么样？有钱的人生我也体验过了，不过如此。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崔明远的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既然这样，那你干脆辞职走人好了，给你的补偿金1分不少，今天就办离职手续，我亲自让 HR 帮你处理。你没资格开除我，是沈叔叔让我来公司实习的。好了，一人少说2句，早点出门，免得上班迟到。
父亲还是太心软了，看来得再加一把火。那天晚上的柳如烟，美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辈子收到过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很好，这一次的生日礼物，我也会让你们刻骨铭心的。喂，爸，我给您和几位高管订好了这周末去海外考察的机票，项目资料发您邮箱了。这个项目前景特别好。李叔，这周末我爸要出国考察，多订几张高管的机票。好的，我等下去统计人数。鱼儿已经撒下去了，柳如烟，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爸，我胃有点不舒服，就不陪您去考察了。严重吗？要不要叫医生过来看看？小毛病，歇2天就好了，您别耽误了行程。这戏台子总算打稳了。季川，中午出来聚聚，把哥几个都喊上，老地方见。沈燕，怎么不在家吃啊？你家私人厨师的粤菜做的一绝，外面自在些，吃完去我公司办公室聊，那可是专业级的会议室。兄弟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少爷，柳小姐的朋友们进了您的办公室，要不要上去阻止？没事，周末嘛，让他们放松放松，翻几份文件而已，不碍事。柳如烟，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哥几个吃好了没？我办公室就在楼上。走了，走走走，我倒要看看你又捣鼓出什么新项目。好戏现在才刚开场。少爷，恒远那边的人已经领到楼下休息室了，柳小姐和崔先生还在您办公室里间的休息室。哼，休息室？哥几个，总不至于2个人躲在办公室里，就为了聊什么商业计划吧？走。实习生柳如烟怎么在你办公室？还有恒远的崔明远怎么也在你公司？我也不知道啊。嘿嘿，我能拍几张吗？你们找死是吧？赶紧滚！你当自己是谁啊？在沈氏的地盘上还敢叫我们管？你们这是侵犯隐私！原来你还知道侵入隐私这4个字，那就好办了。柳如烟，你可真行啊，带人闯进我办公室翻文件，还想偷商业机密。这么喜欢他，怎么不连沈氏的股份也一起送给他？现在马上带着你男朋友从沈氏出去。柳如烟，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沈家把你当亲女儿，这公司迟早是你说了算吗？沈燕，你可真会算计，不就是想跟我在一起吗？做梦！柳如烟，你是脑子没长全还是缺根筋？明远，这是沈燕设的圈套，就是想拆散我们。你的破事我不管，滚！沈燕，收起你的小心思，别以为这样就能拆散我们，我就是找条狗都不会找你。这位柳小姐，哪个男人会喜欢在别人公司里乱搞的女人？别在这里孔雀开屏自作多情了。还有，你不是沈氏资助的战友遗孤吗？哇，战友遗孤？那外面怎么都传她是海归精英啊？不对啊，我上次还看到她从劳斯莱斯上下来呢。哼，沈燕的座驾就是劳斯莱斯。不对啊，那她凭啥在你办公室这么嚣张？他父亲是救过我爸的老战友，2人交情很深。他留学回国没地方落脚，我爸心软，把他安排进公司实习。结果他误会我对他有好感，总说些没头没脑的话。沈燕，你别胡说，明明是你一直缠着我不放。偶像剧看傻了吧？真当自己是女主角了？滚！都给我滚！哟，也不瞧瞧这是谁的公司，居然敢让沈燕这个正主滚！柳小姐，你也太离谱了。这才刚刚开始，柳如烟，你欠沈家的，我会一分一行连本带利
回来。我真没想到，老柳的女儿居然真带人进公司偷翻机密文件，这是要把我这张老脸往泥里踩。让他走吧。这事儿彻底把老沈惹火了，也好，省得我再多说废话。你们现在赶我走，3个月后，就算你们跪着求我，我也绝不会回来。我会让你们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我大概猜到他哪儿来的底气了。最近商界有个重量级招标项目，正是行业新人一战成名的好机会。他还真当自己是天命之女，可惜他根本不知道世界重启前他是怎么赢的。李叔，帮我订一张机票去纽约最快的那班。另外，帮我查一个沃顿在读的中国 MBA 学生，叫江宁。沈氏集团的继承人居然横跨大半个地球，来找一个还没毕业的 MBA。说吧，什么事？江宁，有个官方招标项目，我需要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是我刚成立的投资管理公司。你都知道些什么？我知道世界重启前，你被埋没了才华。你能给我什么条件？充足的启动资金，完全的独立决策权，还有一个绝对公平的平台，没有暗箱操作，没有裙带关系，一切凭实力说话。成交。为什么我没收到入围通知？评审不是集体定的吗？这里面肯定有黑幕，一定是有人搞了鬼。您的资质条件确实不符合本轮入围标准。沈燕，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肯定是你这个狐狸精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抢走了我的项目。大家都是世界重启回来的，就别装什么白棉花了。以前要不是沈燕帮你，就凭你那点本事，连初选都进不去。这不可能，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柳如烟，你可真会装啊！原来你也是世界重启过来的，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沈燕，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让他滚，以后我就跟你在一起。我这是在给你台阶下，你最好想清楚。有病，我们走。沈燕，你看热搜了吗？赶紧看，出大事了！这篇小作文写得很有手段，把事实拆碎了重新拼，真假参半。最阴的是，他把自己塑造成了完美受害者，一个没背景的孤女，天然就站在舆论的制高点，而你作为沈氏继承人，天然就处在舆论的对立面。我知道，他这套玩法有个致命的破绽，一旦人设崩了，就再也翻不了身。项目的事你先盯着，我去就回。公关部已经写好声明了，建议先澄清事实，同时保留追究诽谤的权利。另外，我们已经联系了平台，看看能不能先设下热搜。设热搜只会火上浇油，到时候又要被人说沈氏以势压人，花钱平事。先别发声明。你打算怎么处理？柳如烟不是喜欢卖惨吗？那我就让她再惨一点。爸，各位叔伯放心，24小时之内，这事肯定有反转。沈燕，你是我儿子，我信你。但这事儿关系到集团声誉，不是闹着玩的。你想做什么，我不拦着。但要是事态失控，我会亲自出面处理。不会失控的。柳如烟玩舆论战，是因为他现在手里没半点商业筹码，只能靠卖惨博同情。但这套玩法有个致命的破绽，一旦人设崩了，就再也翻不了身。简直人渣！沈氏继承人这么恶心的吗？战友遗孤都敢欺负你，这家人良心被狗吃了！小姐姐保护好自己，
实在不行报属色吧。不等多收集点证据吗？先放一条让他们骂，骂得越狠，脸打得越香。柳如烟，你不是喜欢上热搜吗？这次我让你上个够。李叔那边搞定了恒远的监控，停车场、电梯间，还有崔明远办公室门口走廊的都拿到了，还有那天在集团门口柳如烟跟崔明远一伙人说话的监控，够全了，时间线完全能对上。帮我把所有素材整长文，按时间线排好，每一条都配上对应的图文说明。长文已经整理完了，照你说的，全按时间线排好，文字和图片一一对正，不带任何情绪化的话，只摆事实证据。不错，但先别发，等到晚上8点。为什么？因为8点是流量最高峰，柳如烟那篇小作文的传播量现在刚好到了最高点，在最热闹的时候泼凉水，才最让人印象深刻。放。已经开始传了，传的比我们预想的还快。沈总，快看！柳如烟，你还以为自己是受害者，现在全世界都看清了谁在贼喊捉贼。沈燕，你这招太绝了，外面都传疯了。刚才那帮说我的人全过来道歉了，说之前被柳如烟骗得团团转。等一下，又有新爆料出来了。沈燕这个没脑子的富二代，她说什么就是什么。有人把你发的长文和这些聊天截图的时间线一对，发现柳林篇小作文里那些说被骚扰的日子，她全在跟崔明远约会。他不是喜欢上热搜吗？那就让他上个够。这次的事你处理得不错，但有一点你没做到位，你低估了柳如烟的破坏力。要是这次你没那些监控证据，光靠嘴说，你觉得别人会信你吗？我记住了，爸。还有件事，这是法务部昨晚拟好的律师函，已经发给柳如烟了。诽谤、侵犯名誉权、企图窃取商业机密，这3条够他喝一壶的。爸，柳如烟他爸当年救过您，您真下得去手吗？老柳是我战友，也是我救命恩人。要是他还活着，我拼了命也会还这份情。但他女儿不是他，我欠的是老柳的命，不是柳如烟的。他踩了底线，动了公司的根基，这已经不是私人恩怨了。怎么了？有个消息，你应该会感兴趣。恒远那边今天一早就发了内部通告，柳如烟的实习资格被正式取消了。同时，崔明远通过恒远官方号发了一条公开声明。崔明远这种富二代，玩玩就算了，怎么可能为了他得罪整个商界？还有件事，媒体那边已经扒出崔明远之前交往过的女友名单，从模特到网红再到富家千金，一大长串。报道里说他周末生日派对照常开，带着新欢去的，全程没提过柳如烟一个字。是他。喂，沈燕，你到底想怎么样？把我逼上绝路你就甘心了是吧？那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我发声明，我澄清所有事都是误会，你让法务撤诉行不行？不好，柳如烟，你以为这世界是你家开的吗？你想泼脏水就泼脏水，想澄清就澄清，你把所有人都当成你的提线木偶吗？你不得好死！柳如烟，世界重启前，你跟着崔明远一路顺风顺水，如今你替他冲锋陷阵，替他背叛恩人，替他得罪整个商界，换来的就是这一份毫不知情的生命。这才只是开始，你欠沈家的远不止这些。明远，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沈家把我赶出来了，网上全是骂我的，法务还要告我，你帮帮我。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我帮你弄到了沈氏的机密文件，我替你得罪了沈家，
你不能不管我。你帮我？柳如烟，你搞清楚，沈烟那小子挖了个坑，你就往里跳，带着一群人翻箱倒柜，还被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你知道恒远的股东怎么看我吗？那你发那篇声明是什么意思？普通朋友关系。明远，我们在一起这么久，那是危机公关，不切割，难道让恒远跟着你一起死？不过，你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3个月后有个官方短通招标项目，恒远势在必得。你不是跟了沈家那么久吗？对他们的商业套路应该很熟悉。你帮恒远拿下这个项目，我给你一份工作，项目总监，年薪100万。你说真的？当然，你比别人更了解沈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也是你翻身的唯一机会。好，我帮你。这才是我认识的柳如烟。沈烟，你以为你赢了吗？好戏才刚刚开始。评审会定在下个月15号，你的项目方案我改的差不多了，数据模型和风险评估都核对过一遍。还有一件事，恒远那边的线人传了消息，柳如烟进了恒远，职位是项目总监，直接向崔明远汇报。看来崔明远还是不死心，这个节骨眼上把柳如烟招进去，摆明了就是冲着这次招标来的。意料之中，他手上没任何筹码，恒远是他唯一的去处。他知道我们太多底细，虽然核心数据他没碰到，但商业策略、谈判风格、人脉关系，这些他都很清楚。我知道，所以这一次不能给他任何机会。看来他已经跟崔明远联手了，要在招标会上跟你决一死战。他喜欢放狠话，那我就让他亲眼看看什么叫成王败寇。哼，柳如烟，世界重启前你靠我的关系拿下这个项目，从此平步青云。如今你连初审的资格都没有，你以为攀上恒远就能翻盘？这世界的规则从来只有一条，成王败寇。你说好戏才刚刚开始，那我陪你唱到底。少爷，你让我查的人找到了，柳庸，柳如烟父亲牺牲后，他这个叔叔就是他名义上最近的亲人，这几年一直在西南一带混日子，偶尔打打零工，大部分时间泡在牌桌上。知道了，继续说。当年柳如烟在国外半工半读，最难的时候，这个叔叔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但是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麻将馆门口，他眼睛里闪过的不是关心，是算计。他大概以为柳如烟攀上了高枝，自己这个当叔叔的也能跟着捞一笔。把他带过来，就说他侄女需要他这个当叔叔的。明白。你就是沈家那位少爷吧？我叫柳庸，是如烟的叔叔。他父亲走得早，我这个做叔叔的便是他身边最亲近的长辈。听说你们家一直帮扶我侄女，我没什么能耐，这次过来就是想看看他，顺便当面道声谢。原来是柳叔。柳如烟之前确实在公司实习，不过后来已经离开了。他去哪儿了？这件事您还是亲自问他比较好。当初沈家愿意接济他，也准许他留在公司做事，怎么转眼就把人赶走了？她一个姑娘在外漂泊，多不安全。她父亲临走前特意把孩子托付给我，我这个叔叔不能坐视不理。具体缘由您可以问他，我们只是按流程办理离职，他的安全并无大碍。只是什么？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另找工作，如今是和男友住在一起。男友？什么男友？他父亲不在了，他的终身大事理应由我这个叔叔做主。哪家的毛头小子敢招惹我侄女？带我过去见见。李叔，安排车辆吧。好的，少爷。柳如烟，你欠下的债也该逐一还清了。你拿着球杆做什么？路上路况差，拿来当拐杖撑着。叔叔，您怎么突然来了？你别过来！
医生，他现在情况如何？虽说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但落下了高位截瘫，辛苦你了。这么看来，世界重启前我反倒比你走运，至少走得干脆。说实话，我倒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最好长命百岁。就算是我出钱为你治病也无妨。阿姨，这事儿真不怪我，要找你就去找我叔叔。若不是你这女人刻意接近我儿子，你叔叔又怎会找上门来？他不上门动手，我儿子也不会失足摔下楼变成现在这样，全都是你的错。你必须嫁给我儿子，往后一辈子照顾他。不行，我还要打拼事业，我不能答应。哼，就你这履历，正规企业根本不会录用你，这辈子你别想脱身。活是我崔家的人，死也得是崔家的鬼。婚姻本就讲求自愿，你不能这样逼迫我。不想结婚也可以，那就赔钱。我算过了，你赔偿我们3000万就行。世界重启前，柳如烟和崔明远公开恋情后，崔母出席商业访谈时，处处夸赞善待她，待她如同亲女儿一般。谁也想不到，往日和睦的婆媳，如今会闹到这般地步。3000万，简直是天方夜谭。别说3000万，就连30万，柳庸和柳如烟都拿不出来。以柳庸的性子，此刻恐怕早就躲得不见人影了。沈家的人都在哪儿？是打算躲着不露面，当做无事发生吗？你们收留的那个白眼狼，还有他叔叔，把我儿子害得落下残疾，沈家这是引狼入室，连累我们一家人。从今往后，我们崔家跟你们沈家彻底撕破脸，势不两立。沈燕，我愿意做你女朋友，求求你帮帮我，先帮我垫付3000万赔偿金，这笔钱我迟早会还给你。哼，我凭什么出手帮你？再说，你拿什么还钱？靠空想，还是靠耍手段骗人？我懂了，你这是故意吊着我，对不对？世界重启前，你明明就对我动过心。世界重启前，你和崔明远联手做空沈氏，如今还想让我帮你？我就知道。从当初进公司见到你的态度，我就猜到了。既然大家都是世界重启而来，不如就此联手，放下过往恩怨，重新开始，安稳过日子，不好吗？你觉得这有可能吗？我知道错了，一切都是崔明远的主意。你也重启而来，就当从前的事从未发生，我们重新来过，行不行？沈燕，不就是世界重启前搞垮了沈氏吗？可你现在不还好好活着，为什么就不能翻篇？翻篇？柳如烟，有些过错，就算重来10次也无法抹去。你亏欠沈家的，绝不是一句重新开始就能一笔勾销的。往后的日子，慢慢偿还吧。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世界重启前，你被柳如烟压上一头，并非能力不及对方，只是他背后靠着沈氏的人脉与资源罢了。如今这些阻碍全都不复存在，正常发挥你的实力就行。请。所有数据都经过多方核验，没有问题。各位评委老师，我想呈上一份补充材料。这份资料能够证明沈氏投资管理公司在本次招标里存在违规嫌疑，还请各位过目。刘总监，你提交的内容指出对方在资质审核环节存在问题，你能确定这些线索来源合规吗？来源完全正规，录音也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刘总监，你拿出的这些内容的确属实，只不过你刻意引出了后半部分内容吧。各位评委，当初我向评审组举荐江宁时，后面还补充了一句话：一切严格依照评审规矩执行。我十分认可江宁的个人能力，口中所说的安排妥当，指的是江宁的学历证明、从业履历以及项目相关资质，全部都已完成公证并提交。这段录音被人刻意剪辑，曲解本意，明显是想在现场扰乱秩序，干扰评审工作。我可以作证，这是当时完整的录音文件与往来邮件。
麻烦各位评委查验。这怎么可能？你什么时候准备好这些东西的？从你离开沈氏那天开始。柳如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转头就去了恒远，崔明忠处处针对沈氏，你们打算在评审现场动手脚，我早就料到了。世界重启前，你就是用这类卑劣手段盗取审的资料，帮崔明远在竞标里击败我们。现在，我不会再给你半点可乘之机。恒远集团在评审现场使用剪辑淬改的不实材料，刻意扰乱评审公平性，现依照赛事规则正式取消恒远本次投标资格。多谢各位评委，接下来由我正式递交沈氏投资管理公司的最终竞标方案。柳如烟，世界重启前，你借着我的资源拿下这个项目，如今抛开暗箱操作，全凭实力一较高下，赢得光明磊落，这才是商业竞争该有的模样。柳小姐，听说你以前在沈氏待过，那可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啊，怎么现在混得这么落魄了？张总，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您说的那个项目的事儿好说好说，不过嘛，柳小姐这么漂亮，想要什么项目没有，就看你需不需要了。能被张总看得起，是我的荣幸。柳如烟女士，你知道我为什么跟我先生分居吗？因为他得了病，我先生已是中晚期，没多少日子了。我跟他分居3年，就是在等他走的那天。等他一死，所有家产都是我的。你好自为之吧。你们跟踪我，你还是先去看病吧。看病？都是你，江宁，你抢走了我的项目，抢走了我的人生。江宁，真的是江总，我在财经杂志上见过您，江总能合个影吗？您的商业案例，我们全公司都在学，正好在众家上，谢谢江宁。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做了几个破项目吗？好像谁没成功过一样！都给我滚！这谁呀？可笑吧？我是商界传奇，你们都是……我是商界传奇，你们都是……走吧，会所的人会处理的。沈总，您又来看望崔先生了。崔先生这段时间状态还行，主要还是您安排的周到。辛苦你们了，请进。沈总，实在不好意思，这2天太忙了，忘了给崔先生擦手，我这就叫人过来。没事，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还是我们沈总重情义，他亲生父母都不管他了，沈总还自掏腰包把他送我们这儿来，真是大好人啊！要不是知道这只收钱不办事，哼，我怎么会把他送来这里？柳小姐回了老家之后，孤苦伶仃，没多久就病倒了，没人管。送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医生说没多少日子了。竟然是他，柳如烟。世界重启前，你站在沈氏会议室里，当着我父母的面宣读破产清算书。你说商场上没有爱情，只有利益。如今利益尽了，爱情没了，只剩下这间病房。因果循环都是你自己选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年度商业领袖江宁女士上台发言。感谢各位评委，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所有合作伙伴的信任与支持。此刻，我想向我的合作伙伴沈燕先生求婚，晚上研究一下并购方案。好，江宁，你愿意嫁给我吗？世界重启前，我倾尽所有，却换来一场空，换来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背叛，冰冷刺骨。如今我步步为营，以牙还牙，却意外遇见了他。江宁不是我的妻子，不是我的筹码，是与我并肩作战、携手一生的那个人。未来无论风雨几何，我们都会紧握彼此的手，
一起打下属于我们的商业江山。感觉像一场梦，重启这场梦啊！你找到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脑子坏了。什么？一个沈氏集团的继承人，横跨大半个地球来找一个还没毕业的 MBA， 一开口就让我挑大梁做项目，你当时是不是真的疯了？可能吧，但我赌对了。沈燕，你有时候真的让人看不透，你做什么事都像是提前算好了一样，连笑都像是照着剧本演的。可你现在这个笑是真的。江宁，你不知道，遇到你是我这辈子2辈子唯一没有计算过的事。